話說，在你們眼裡，安卓平板和 iPad 最大的區別是什麼？系統、質感還是屏幕？如果我告訴你有一台 OPPO 平板能夠完全压制它对标的 iPad， 是不是有點意思？网上敲鍵盤的时候，平板就該是越大越好，要有好用的键盘，看起来要有生產力，要有巨幕。但回到现實中，誰不想來一台香香軟軟的 mini 平板呢？就是这樣一台小小的 OPPO Pad Mini， 這是我今年看到的最亮眼的安卓平板。屏幕邊框超級窄，配合大耳角看起來就很驚豔，顏值這塊是真好看。背面的金屬背板和邊框是一體的，直接延伸過來，質感很舒服。再加上更薄的厚度，還有更輕的重量，拿在手上也很舒服。再看一眼这個電池和快充，打擾了，怎麼做到了啊？這是外放，那就是一耳朵的差別了，直接聽聽看。这是一塊8.8英寸的 OLED， 這個尺寸的迷你平板，它大概有多大呢？剛到工作室的時候，小夥伴當着我的面就揣進口袋裡面了，就離譜。想象一下，帶一塊平板不用帶包的感覺，隨時就能掏出來，那也太爽了。我一直都很喜歡柔光屏那種有點像紙一樣的感覺，小尺寸的柔光屏又有點像 Kindle， 再加上這一次悄咪咪的塞進去了更多的液態玻璃，比如播放音樂的時候，走屏界面裡面唱到的歌詞會淡淡的亮起來，看起來超級驚豔，就是有點眼熟啊。這一代還加了一個淡彩的顯示模式，看起來是有點類似於彩色墨水屏那種溫和的觀感。不僅可以用來看書啊，我用來看書也行啊。我看誰還說小紅書不是書？再給你們看一下這一次新配件，全新的手寫筆 OPPO Pencil 3 Pro。首先，這個手感相當的不錯，原裝的筆尖是我寫過最軟的筆尖，跟普通的筆尖比，用起來就像是不墊紙和墊了5張 A4 紙寫字的區別。如果擔心軟筆頭容易磨損的話，包裝裡面還有一個額外的可以替換。這一代的震動模擬的擬真程度，在我看來完全是 T0級別的。使用圓珠筆筆觸，真的有一種推着圓珠滾動的感覺。切換到鋼筆筆觸呢，就會有一種鋼筆尖劃過紙的那種手感。幾種不同的觸感就很奇妙。而且 OPPO 對他們這個馬達很有信心啊，可以像實體按鍵一樣觸發輪盤，還有 AI 功能，我就很喜歡這樣一圈，保存圖片，做個表情包啦，生成個圖表啥的就賊順手。它這個 AI 做圖表是不太挑內容的，摁住這裡畫個圈，然後再點這裡，讓它畫一個圖表，也可以把它掛在後台慢慢生成，然後你還可以繼續刷。然後現在它已經生成好了，你看它這個生成的表格還像模像樣呢。而且筆還支持查找，筆本身就能發出聲音，經常在沙發裡面找東西的小伙伴應該能狠狠的 get 到吧。因為小小一個，更方便平時帶出去，跟手機聯動的頻率那就更多了。可能有小伙伴還沒有意識到現在 OPPO 生態有多好用，平板不需要連熱點，只要手機在身邊，小平板就能上網，甚至連手機號驗證都能通過，消息、電話、剪貼板、照片都是可以直接同步的。投屏的時候，連應用通知都會同步。發現一個好玩的，我的 OPPO 手機跟 iPhone 消息是同步的，然后我的平板和 OPPO 手機的消息呢又是同步的。所以說我 iPhone 收到的消息就可以以同步的同步，究极同步。ColorOS 還有更多好玩的聯動。首先，小步記憶是可以雲同步的，所以你手機上記錄的東西在平板上面也可以用。也就是說，我在手機上面看到一條視頻，只要這麼記憶一下，平板那兒還可以接着看，點進去還會跳轉到對應的時間點。而且在軟件裡面，只要點擊收藏，內容就會自動進入小步記憶裡面，這一下手機、平板上面都可以看。像小紅書這種一個賬號只能登錄一個設備的這種用法，就有一種 App 收藏夾雲同步的感覺了。但是以後能夠適配更多的軟件，肯定更好用。這樣一台小平板，隨時掏出來打遊戲，肯定也特別爽。可能有些小伙伴不是很熟悉這個驍龍8 Gen 5，我測試了一下，30分鐘最高畫質原神，貼着60幀跑沒有什麼問題，溫度還挺涼快的。而且 OPPO 還真給平板的遊戲場景做了適配，優化了觸控體驗，畫面上面不僅支持超幀，甚至可以優化畫面效果，給你們看一下區別哈。如果
主要需求不是打遊戲，而是干正事儿，就是这一次一起发布的另外一块平板 OPPO Pad 5 Pro。这就是一块大家熟悉的安卓旗舰平板了。刚刚聊到的那些好用好玩的系統功能，还有全新的 OPPO Pencil 3 Pro， 这一台大平板也是一樣支持的。外觀看起來嘛，比起之前發布的 OPPO Pad 5大了一圈，這要是跟 OPPO Pad Mini 比起來，完全是巨無霸，好吧？如果是強影音需求，13.2英寸的屏幕還是太有说服力了。而且这還沒完呢，它的終極形態是這個懸浮式的大鍵盤。要用的時候貼上去就行，再加上支持很多 Mac 的快捷鍵，看起來就更像是一台 PC 了。如果是为了打字編輯，大平板肯定更好用。這種把屏幕抬高的鍵盤支架，比起以前那種分體式的鍵盤，你們更喜歡哪一種呢？大屏幕上很多交互就更好用了，比方說你在应用內往裡這麼一滑，應用就會變成小窗。開多幾個小窗之後，4根手指展開一下，它就會整理成分屏。這個時候半屏、全屏比例全都可以自己調節。4根手指捏一下，分屏又會變回原本的小窗。還有這一次的文件管理也有點 PC 味兒了，這個怎麼說？那種經常需要查看的文件夾，甚至可以拖到任務欄或者是桌面上，而且在任務欄上全局應用本機的最近文件，甚至是自己手接的文件，剛剛用完的分屏都會全部羅列出來，非常符合直覺。這代 OPPO 平板也是有自己的全家桶了，3台平板、3種屏幕、3塊芯片，基本上能夠覆蓋大多數人的需求。OPPO Pad Mini 可以像手機一樣帶在身邊，輕薄看得爽，再加上系統流暢和 AI， 主打一個全能小平板。想要看書、娛樂、手感好，選 OPPO Pad Mini； 想要頂級性能、打字辦公、大屏影音，OPPO Pad 5 Pro 更合適。去年10月發的 OPPO Pad 5，我之前也用過一段時間，可以體驗到 ColorOS 16的交互，適合入門。感覺現在安卓平板也是支棱起來了呀，每一代都能有大中小不同的選擇給到你，豐儉由人。大家終於可以不用為了 iPadOS 那一套系統委屈自己了。跟同價位的 iPad 比起來，安卓平板的硬件也會更加有優勢，系統也做得越來越好了，甚至我覺得有一些體驗是更好的哈。話說你們選擇平板的時候，更看重的是哪一方面的配置呢？OK， 那麼以上就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、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Tilly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